Hello，大家好，今天是5月31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本周的美股消息面依旧精彩，关税贸易信号反复，这是单边上涨以来三大指数震荡的第二周。虽然周五指数出现了探底回升大长腿，但前期领涨的个股，比如英伟达和特斯拉等，却并没有跟随出现 V 型反转。资金开始有所分化，美股周四出现了关头阴线，这是本轮反弹行情出现的第二个空头明确信号。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板。在开始今天的正式内容之前，阿哲在这里先祝大家端午节安康。那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185期的视频，阿哲依旧会通过3个角度来进行本周美股周复盘的视频。第一个方面，我们还是会讲到美股的指数。关于周五出现的关头阴线，它究竟是什么含义，以及为什么能够去进行多头减仓和空方开单呢？这是我们这一部分要所讲到的内容。而后阿哲依旧会跟踪有关三大指数目前的107天均线的表现，以及红绿灯短线指标日内撑压的预测点位告知。通过这3个维度，大家应该对于接下来的行情走势会有一定的方向性的指引。而后在明白指数环境之后，我们来到个股解析，阿哲依旧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半导体指数、阿斯麦、博通、苹果、Meta、MSTR、PLTR、谷歌、微软、亚马逊、台积电、SMCI 等以上个股标的的短线分析。在这里，阿哲照常的进行温馨提醒：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所分析的一个内容和标的相对会偏多。所以，如果您是新同学而不太喜欢观看长视频，那么阿哲的建议是，您点击视频底下这个播放按钮旁边的3角，你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阿哲所分裂出来的时间轴，点击对应时间轴，您可以快速跳转到您最想要优先观看的内容。当然，这里阿哲建议的是，第一部分最好是不要跳过，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对您的个股交易也会有一个帮助。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一部分，什么叫做关头阴线？它为什么是第二次出现的空头信号？在本次的一个上涨反弹当中，出现了一个强势的上升。从这个低点开始，其实市场很少出现明确的空方 K 线。你会发现，要么是一个强势的阳线上涨，哪怕偶尔出现阴线，是不是也是以上涨的阴线为主？或者说这些阴线呢，基本没有多少跌幅。我们第一次有说到明确的空方信号可以去开空的点，那么是在这一天出现负阴线的时候。不过这一次出现了多方减仓点和空方的入场点，它并没有给到一个太大的空间，因为当时离170比较靠近，跌到170止跌就进行了一个反弹。而现在在本周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没有去突破之前的震荡高点，再次出现了这样的一根阴线，叫关头阴线，它可以属于我们的第二种看空的一个信号，或者说明确的空方 K 线。而关于关头阴线的这个看空的观点，阿哲在本期视频之前也有提前告知了粉丝同学。如果您是之前就已经订阅了阿哲的同学，那么在昨天您应该会收到一条阿哲公开频道的帖子。在这个帖子当中，阿哲是不是盘前有讲到，今天呢没有盘前视频，让市场出现特殊的价格关头阴线，所以呢阿哲用文字表述。这个关头阴线呢也属于九阴真经当中的一种，它是属于一种明确的空方 K 线，跟负阴线类似。它在重要的压力，比如说前高附近产生的话呢，效果会更好。而目前美股又处于两指数背离，同时有空方 K 线，所以满足呢阿哲在周四那一天视频讲到的空方交易机会。那么处理的方案呢，就是这2个。等一下阿哲也会根据这一个去进行讲解。那么更为及时的是我们的财生频道当中阿哲所讲到的一些盘中的信息，在5月29号刚开盘半个小时左右，因为阿哲这边是香港时间，所以是晚上9点半美股开盘。那么在10点左右，阿哲有讲到，那么出现了类似于关头阴的信号，那么关头阴呢可以直接作为看跌。而当天的市场虽然关头阴没有最后先确认，但是在开盘半个小时我们就有说到了，今天是出乎意外的一个弱。纳指呢本来以为这个压力是能够直接突破过去的，没想到开盘就是高点，而后整体是下落的。所以这种压力附近出现类似关头阴的 K 线，可以直接盘中去看空，然后呢以纳斯达克的压力位去突破作为止损，或关头阴线的高点作为止损。而如果您是没有收到这些信息，那么今天才观看到阿哲视频，那么现在我们再重新的讲解，或者说详细的讲解一下关于光头阴线的一个技巧。学会光头阴线，不管是做多还是做空，对您都会有帮助。光头阴线呢是九阴真经当中的第3章，所谓的光头阴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一根单根 K 线的构成。在上涨行情当中，注意了，是上涨行情，如果是回调下跌时出现关头阴，那么一般这种关头阴不作为主要关注的对象，
在上涨时出现了一根阴线，它的开盘价就是最高价，一开盘就是巅峰，一开盘就是当天的最高点，反映的是市场当中空方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占据优势的，这种就是关头阴线。关头阴线的含义和复阴线有所类似，它可以表达为出货，也可以表达为砸盘。这种强势当天的极端空头行情，往往就是代表这两种含义。而如果你是前期已经买入股票有所盈利的，遇到关头阴，那么你也是要卖或者说减仓的，跟复阴线的操作是一样的。而关头阴线的高点则为强压力区，一般呢容易形成中期的压力，特别是下跌反弹时。如果它是机构出货行为，那么这个高点正常会有一个强压力，而此高点则中期乃去短线的突破。反之，如果越是短线快速突破的关头阴的高点，那么越能反映前期的关头阴下跌为资金砸盘，后续还有上涨空间。关头阴的低点，它如果被收盘跌破了，在突破之前出现收盘跌破了，它跌破如果跌破的浅，那么往后再去突破，那么依旧可以看涨。如果跌破之后是调得比较深，那么再往上去突破，一般来讲，要么走势会偏震荡偏弱，要么呢是它的一个空间会比较小，很容易是假突破。所以关头阴低点最好别破位，如果破位呢，最好不要太深。如果破位之后还往下走的比较深，那么再次突破关头阴后，一般容易是假突破，以及涨幅会偏小。同时，关头阴的高点突破最好是强势、快速、果断的大阳线突破，这是一个最好的关头阴后的买入点。这里还有一个最后的注意事项，那么就是关头阴线应该是比较稀有的价注，它不应该频繁出现。如果你发现某一只个股中频繁出现关头阴线，则不应关注，或者说不要以此作为交易信号。那什么标的会容易出现这种频繁的关头阴呢？一个就是流动性较差的个股，比如说它的交易不活跃，那么就容易出现开盘就是高点，那么经常出现这种现象，这种股票就一般不作为关头阴的关注标的。另外一种就是你从比较小的级别，比如说你看到1分钟，看到5分钟，那么这种小级别的图表，哪怕是一些比较大流动性的盘子，它也容易出现关头阴线，那个呢也不作为参考，一般就是关注日线相对流动性较高的标的的关头阴线。在对于基础的条件有所了解之后，那么现在阿哲用实际的案例为大家去再解析一下关头阴线的使用。目前我们所看到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在图表当中所看到的 K 线顶上顶着一个十字星的，那么就是一个关头阴线的标记。而比如说像曾经股市在牛市运行当中，我们曾经有讲过，关头阴线如果出现时，在牛市一般作为绝佳的一个观察点。这一天出现了一个关头阴，它的开盘价就是最高价，整体是上涨时出现，所以这一天你要小心，之前有所盈利的，在这一天要开始减仓了。那么关注一下关头阴线的低点，则为一个支撑。如果股价真的是一个出货，那么这个低点应该会被跌破，而如果是砸盘，正常这个低点不会被有效的跌破。所以当时这里出现了一个往下的回落，当时并没有跌破，后续在高点这里出现了强势阳线突破，则作为做空再次买入点。这是一种关头阴线用来做多的一个技巧。那么你会发现，下跌时的关头阴线一般不是重点的关注对象啊。下跌时的关头阴线一般就看跌，突破之后呢看涨也是可以的。像这里突破之后看涨，像这里呢是一个标准的关头阴线，上涨时出现，看到是不是要减仓？股价呢出现了跌破之后，是不是后续的行为表示关头阴就是一个短线的高点？那么产生了下跌。假如它这个高点有产生压力，不能突破，那么这个高点就容易引发中期的调整。不过你会发现的是，在关头阴线这里出现了跳空高开的阳线，是不是强势快速的突破？那么这里就还能够看涨。而因为前期的低点被跌破了，所以跌破较深，突破时就不容易走强，就容易震荡，甚至呢是假突破。所以关头阴一旦被跌破了，那么后续哪怕再突破，也注意了，它的空间一般就不会太大。像这个地方又出现关头阴了，不过它这里呢是复线之后的关头阴线，那么直接2天大幅的下跌，在一个上涨行情当中，是不是反而产生了低点？低点没有破，高点3天短期快速突破，是不是行情还有强势上涨？那么这一轮的上涨就比这一轮呢是明显要果断的，因为它没有跌破低点，而且短期快速突破。我们继续呢往后看，那么关头阴呢在最近就很少产生了，下一次就是本次的周四的这根 K 线了。那么这根 K 线它的低点目前是没有被跌破，昨天呢是往下探的比较深，但是支撑位呢依旧有效。那么价格这一波上涨到这个位置，是不是它作为一个减仓信号？
那么减仓之后你要关注了。那么股价如果要再做多，是不是得要短线越快越强去收阳突破它，则作为更加的下一次多头加仓点？而假如它的一个上涨，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遇阻的，是没能够强势突破的，那么在这个区间内，是不是依旧属于空方占优的一个局面？那多头就要小心，要休息一下，不要在这里盲目的去加仓和低吸。当股价真正的明确收盘收阴跌破关头阴线低点时，那么前面这里开空单的同学，那么是在这个地方可以去加空单。而前面呢，多头减仓的同学，如果出现了反弹再破关头阴低点，是不是你要再加大你减仓的力度？这就是一个多空之间都能够通过关头阴来去进行使用的一个技巧。那不止呢是指数，个股同样也可以。那么像苹果的股价走势当中，曾经是不是也在这附近出现了2次关头阴线啊？这一次出现关头阴了，反弹时出现价格高点为压力，这里没有有效突破，它是不是一个中期的压力、中期的高点？而这个关头阴啊，到现在也没有突破。像前面这里呢，它虽然不是一个中期高点，但它也是一个关头阴线，价格没有去突破，所以呢，走出下跌反弹再下跌，是不是也是一个波段的高点有资金出货的现象？所以个股和指数都可以用关头阴线来去观察。以上就是关头阴线的使用技巧，希望对于做多的同学和做空的同学都能够有所收获，有所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纳指、标普、道琼斯日线上的107天均线，在上期视频当中，阿哲有讲到，目前在阿哲踏空之后，那么如何去寻找下次的做多和做空机会呢？阿哲是给到了3个选项，而行情在走过2天之后呢，会有所变化。不过我们再次复习一下，我们上期视频说过，阿哲最不想要的就是突破追涨。比如说这一天，它如果是收阳线突破了左侧高点，是不是构成追涨点？但是这是阿哲最不想要去做的，所以只是作为第3个选择。那么排在第2的呢，就是股价在这一天高开能够收出一个缺口强势支撑，后续回落啊到缺口或到170呢作为止跌。当然这里呢现在是回踩了这一个缺口有所止跌，但我们要确定它能够突破关头阴线再去看。而第一个我们去找的就是在加速之后出现的空头机会。最后呢，市场也确实出现了阿哲想要的，在开盘出现了加速即巅峰，直接加速就出现了关头阴线所产生的空头机会。那么再往后，我们继续的更改一下这一个交易机会。目前我们再去刷新一下，阿哲现在所看到的2个交易机会是关头阴线后啊，中期看空，就是这个高点呢，它就是不突破。那么在这一次下了一个空单之后，股价后续再一次的反弹跌破，或者说直接跌破，那么都作为空单的加仓点，多方的减仓点。那么什么情况下会不去做空，然后积极的去做多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现收阳突破关头阴的高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将会以前高作为目标，以此作为一个短线看涨点。如果您是老同学，应该知道我们曾经在上课的时候有讲过，在前方纳指底下唯一的仅剩的日线级别的压力就是 19286.42 这个点，如果突破了，或者说如果这个点被有效突破了，那是不是上方的空间就基本没压力？那么这一个位置的突破，你就可以做多，看到前高的位置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当前就是看2个方面，一个是关头阴的高点能不能被破，和它的低点会不会被破。高点破则彻底转多，低点破则空单加仓，继续往170去看支撑。这里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关于170天均线的状态，道琼斯指数目前还是没有突破2号 K 线的高点，在这里依旧承压。在周五的时候出现了再次的去试探它的下轨，而后还是没有收上来。像标普呢，它目前的左侧的高点作为压力，在170附近虽然出现了回踩后的反弹，但整体没有构成一个再次的突破，是不是它还处于2号 K 线的区间范围之内，没有形成比较有效的突破？所以对于标普来讲，目前呢还不构成很强势，它是170上的震荡运行。像纳指也是的，170出现回踩支撑向上突破，却没有有效的突破成功。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同时也构成了一个顶背离的现象。什么叫顶背离？就是股价呢，标普这里的高点是没有去被突破的，或者说连碰都没有碰到的。而你会发现纳指的走势，它已经去收盘强势突破了，它已经碰到左边高点了。所以一个高点没能碰到，一个高点碰到，这是不是一个背离的现象？在之前我们通过这一波下跌的170支撑和对于缺口的2指数的底背离，把握中反弹的行情，或者说你提前就能够有一个预感，就这里呢会容易产生低点。
那么本次的上涨，我们现在有一个预感，就是这个地方它只要顶背离不修复，那么这里就是一个高点。它何时会修复这个背离呢？就是下周标普指数能够有一个价格突破左边高点，它不用去站上都行，它只要能够过左边高点，那么背离就会暂时的消除。所以市场的环境也要关注一下，目前处于背离顶背离的状态，顶背离一天不修复，做多的同学主要考虑的是减仓为主，获利兑现为主，而不是再次的去低吸和加仓。以上呢就是对于指数的分析，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听到这里，如果您是老同学，那么记得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而假如您的时间也相对比较充裕，那么阿哲希望您也能够顺便在视频底下留下您的一句宝贵评论，亦或者是建议，感谢老同学的照常支持。而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阿哲视频，假如对您能够有所收获、有所帮助，阿哲所分享的技术分析能够对您有所启发，那么阿哲也希望能够在观看视频的同时，您点击一下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在显示已订阅之后，您就是阿哲讲技术频道的订阅观众了。未来您只要把这个全部铃铛点开，那么不管是阿哲所发布的视频，亦或者是直播、文字帖子，您只要是粉丝观众点开过这个铃铛，您都会在第一时间收到阿哲频道的通知，告诉您阿哲有所更新。所以希望如果还未点击订阅的同学，也可以点击订阅，感谢您的点赞、评论和订阅支持。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小节，有关日内的撑压红绿灯指标。阿哲在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去计算有关纳斯达克指数在当天日内的支撑和压力位，以此呢我们去研判跟踪趋势的强弱转换，目前是多头占优还是空头占优。现在我们看到这一个图板，在图板的左侧是阿哲每天盘前所更新的 Telegram 的盘前解析信息。只要您是今天订阅了阿哲的同学，那么您就可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享受阿哲每天盘前的信息服务。这也是为了让更多同学在初学技术分析时能够有一些参考的方向。在昨天5月30号盘前解析当中，阿哲也讲到了目前出现的一个关头阴线作为多头减仓、空头开仓信号。那么除非接下来满足2个条件，不然的话多头在这里不要再随意的做多，整体以获利兑现找减仓点为主。第一点就是标普要突破左侧高点顶背离修复，第二点就是纳指要突破关头阴的高点进行一个强势突破，再进行买入。在这2点没有出现之前呢，多头先暂时休息。而下方这一个技术预测就是阿哲每天盘前对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所进行的这个点位的测算，会有它今天日内的高点压力和它的低点支撑，而当天的收盘价格对于这2个价位不同的反应，那么则会反映在图表当中，就是2种不同颜色的信号，告诉我们多头和空头的强弱转换。接下来我们看到右边的图表是纳斯达克指数日线图红绿灯指标的图表。在图表当中，你会看到很多 K 线底下都是有红绿灯的闪烁。那么简单说一下它的意思，当出现红灯时，则说明阿哲今天给到的日内支撑被收盘跌破，那么它就是空方比较强，会显示红灯 K 线。反之，绿灯就是阿哲今天所给到的预测高点压力被收盘突破了，那么突破压力则说明日内多头转强，那么日线将会出现绿灯，而股价后续看涨即可。所以红绿灯呢，也可以作为多空短线的跟踪指标。在趋势行情当中，只要绿灯出现看涨，绿灯持续看涨，红灯产生只要减仓，或者说重新等待绿灯的出现。那么在本轮的行情当中，这一个红灯转绿灯后价格上涨，而后到这里出现红灯之后开始1周的调整，再次出现绿灯强势短线走强后价格出现上涨，这一天负阴线出现红灯之后，是不是做完这一笔交易？现在呢出现了一个绿灯，而绿灯之后这里在本周的周五虽然是一根长长的下影线，但它是一根红灯，所以股价这一来一回是不是出现了红绿灯的转换？那么当前就依旧属于空方走强的表现。在这里大家要关注一个情况，就是从第一次这个反弹低点开始的绿灯到红灯，它的一个涨幅是这样的一个空间，到第2次的绿灯到红灯由多方转强到空方转强是这一个空间。而本周呢，在周2出现的绿灯，在周5就转成了红灯，所以一次一次多头到空头的转换，它是空间上越来越短，也就是说多方的动能呢，在本周或者说在这2周已经明显的出现走弱了。那么在这里究竟是一个调整，后续会继续上涨往前高去突破，还是说它就是一个价格调整的开始？我们就需要关注一个点，就是红灯 K 线
它会不会持续？如果红灯持续，绿灯不出，那么调整就延续，继续往空头去看。在下周周一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它是红灯还是绿灯，亦或者是无灯 K 线呢？你只要看到两个数字，一个是19135.77，还有一个就是18825.75，这两个价位是下周周一它的预测高低点、支撑和压力。如果在下周周一收盘价能够到预测高点之上，差不多呢是这根长下影线的开盘价之上，那么我们就认为它会再次出现一个绿灯 K 线，红灯转绿灯则再次的看涨。哪怕它还没有过这个关头阴线的高点，你也可以开始建立多单了。突破关头阴高点之后呢，再去大举的建仓买入也是可以的。而如果在下周周一收盘价是在两个价位之中，亦或者是在预测低点之下收盘，那么就会出现无灯或者说红灯 K 线。那么只要保持无灯和红灯，那么这一波调整就还没有结束，价格关头阴就越容易产生中期的压力，那么多头就越发的要去小心。所以你单纯通过红绿灯来跟踪目前的趋势指数的一个多空转换也是 OK 的。如果你想要每天去跟踪这个红绿灯的产生，那么这里阿哲告诉一下大家怎么去每天盘前都能够看得到。首先，您必须得要是阿哲的订阅粉丝观众，您刚刚点了订阅，而后您再看到阿哲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底下有一条置顶评论，是阿哲呢所发布的。点开那条评论，里面有一条链接，它是助教老师的 Telegram 他的联系方式，您点击链接就可以找到阿哲的助教老师，这也是阿哲唯一的助教老师。在找到助教之后，您记得给他发送一个领取的口令，就是盘前这两个文字。发送之后，他就会知道您是今天刚订阅的同学，而后您需要看到盘前解析，他会告知您如何能够去收到盘前的解析信息。那么通过这个盘前解析信息，您就可以每天关注一下纳指、英伟达、特斯拉他们每天的红绿灯的变化，以此呢去辅助您的交易和判断。这里阿哲需要提醒一下，阿哲所分享的盘前解析主要是为大家在初学者时进行一个辅导，它不是作为交易的一个提醒，或者说买卖的一个建议，更多的是阿哲使用方法时跟踪市场的一个实际的表现。它主要的目的是辅助大家能够去进行技术分析的学习。当然，只通过文字的学习，可能往往对于技术分析的掌握还是不够的。所以阿哲呢，除了提供盘前解析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些福利给到今天刚订阅阿哲的朋友。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另外的更加有利于您掌握更多技术分析知识点的一个方法，就是内部的直播课程。阿哲的除了公开的视频和直播之外，同时阿哲和阿哲团队的老师也会在每周每月都会有去安排内部专题直播。那么通过直播课程，您会更好的掌握到一些方法和对于行情的分析了解，这是单纯通过每天的盘前文字所不能够比的。同时，我们还有专属于订阅粉丝同学的学习小组，里面呢主要进行知识答疑和课程通知。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进入到学习小组呢？不是说订阅了就可以，这里有一些小小的门槛。阿哲的订阅小组，它的一个人数是有限的。阿哲希望每一个进入粉丝群组的同学都是真正热爱学习、有时间花费在技术分析上的，而不是简单的就看个盘前解析的同学。所以想要进入粉丝学习小组，您首先得要跟助教老师申请收听一节我们的内部直播课程。在收听一节之后，您完成一次课中的作业，而后交给助教老师。而只要您的作业相对是合格的，那么助教老师就会邀请您进入到我们的粉丝学习小组。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门槛，也是一个小小的测试。我们在每月每周都会安排特定的课程，比如说在本月我们也是6月初，在6月3号开始到6月13号结束，我们会进行在本次的分化过程当中，比如说特斯拉，比如说英伟达，在本次指数的调整当中已经出现了资金的异动，指数出现了 V 型反转，但是很多个股，特别是前期的强势股，却依旧保持下跌，这说明已经开始资金上有所分化。那么在当前这种龙头进行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快速的能够找到下一只龙头，以及如果市场真的保持调整，那么在调整当中会不会有新的龙头产生？这是在6月3号到6月13号我们本次课程去主要研究的课题。这一些课程呢，都是按照香港时间每天早上10点去进行的。而这套课程，如果您想要去参与，您在找到助教老师之后，只要给他回复一个报名，那么他就会知道您想要参加接下来的课程。他就会把接下来每一节不公开的课程在开课之前发送听课链接给您，您在点击之后就可以如期听到我们的内部课程了。希望这些课程您都能够参与，因为它绝对对您有所帮助。
以上内容我们对于指数有所了解之后，现在来到第二部分，我们先讲到第一只个股是特斯拉的空间分析。阿哲在本周的周二和周四有给到2个目标位，一个呢是367.34，还有一个是419.99，这2个压力位都是根据波浪理论浪形的压力而来，而这一个压力是4浪前期的高点367.34。阿哲有说过，当这个低点往上运行，如果到这里真的是一个5浪的高点，或者说它走到这里真的是反弹的一个终点，是有没有可能？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一波它目前来说还是对于前期的一个反弹而已。那么反弹的正常空间相对的高的目标，其实就是4浪的一个高点，而再往上看呢，就是在24浪当中的419.99，后续才能看到2浪的高点。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都是对于前面5浪下跌的反弹而已。而当前在这个重要的空间上，它是有机会产生高点的，而这个高点呢，很有可能是这波反弹的高点。所以这里你要关注一下，是否在后续的行情当中能出现一个比较明确的上涨，把左边的367.34给强势突破，这样子才能够说明这个4浪高点无法阻止它的上涨，它呢则直接可以看到往2浪高点的区间。所以对于目前如果手中是之前赚了多头的钱，在这种观点之下，如果前期您是低位已经买进较多的成本的，那么到这里可以有所减仓；而如果您是较高位买进追涨买进的，到这里您就要保住您的利润了。等到它再次突破，您再次买进都是没有问题的。您唯一要小心的就是这个地方它过不去，因为一旦过不去，它如果是真的这本轮行情的5浪高点，那是不是它的调整的空间就会相对大一点？那么这里将是你的风险。所以在这种风险的位置，减仓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等到它再次的突破之后，您再把之前减仓的仓位再次买入，而后看涨不就可以了吗？那么对于空头来讲，你也可以去博弈，这里是特斯拉的反弹高点，只要它不破前方的367.34这个4浪高点，那么就可以。所以以此您所建立的一个空单可以是波段的中期的。而这里呢出现了一个强势的顶分型，它的3号 K 线收盘价跌破了1号 K 线的低点，那么从这个地方开始，技术面上高点形成的特征就比较明显了。关键的压力结合强势顶分型，强顶分型从这一个低点反弹以来，其实是首次出现。所谓的强顶分就需要有一个中间为高点，而左右两边高点不创新高。后续第3根 K 线收盘价是把第1根 K 线的低点给跌破，这里总共是1、2、3根 K 线。像曾经的这个位置，它就是有点类似强势的顶分型。像后续你再看到的顶分型结构都属于弱势分型，它的1号 K 线基本上都没有跌破，包括像这一个长上影线所出现的顶分型，其实它的1号 K 线也没有被跌破，而这个顶分型呢，它的1号 K 线是被快速有效的跌破，所以走到这里，特斯拉小心风险，而空头呢，注意它的机会产生。接下来我们通过资金和动能上来看待特斯拉的短线交易。现在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有讲过特斯拉的一个 BBD 资金变盘是不是这根 K 线，当时这根 K 线出现的时候，底下的资金上穿了，我们说上穿下穿都要关注，因为下穿的时候它容易是低点变盘，上穿的时候容易是高点变盘。那怎么去确定它的 BBD 资金变盘是高点还是低点呢？很简单，低点变盘的时候会不会有支撑？如果有支撑不跌破，就容易是低点变盘，能够突破就更加确定了。那么什么时候会产生高点变盘的可能？就是出现之后高点有压力，低点还被跌破，这种就是容易高点变盘。那么曾经这里出现下穿，低点没破，高点被破，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反弹？而后出现上穿，高点有被突破吗？没有，出现了压力。那么低点呢，也被收盘跌破了。所以目前的特斯拉已经构成了高点变盘的迹象。再结合空间上面临一个中期的压力，所以这里特斯拉依旧还是看待风险。那么这一天它是不是又出现下穿了？我们目前再确定的一点就是下穿 K 线会不会又是低点变盘？因为它如果走出震荡的话呢，高低点变盘就会经常出现。而如果你要再次的加仓特斯拉的空单，你要去再加大力度去看空特斯拉，那么这里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这一根低点下穿的 K 线，它的低点是没有支撑的。没有支撑，而后高点是不会被突破的。只要满足这个条件，这里开始看空特斯拉是没有问题的。而以这根下穿 K 线的高点作为防守即可，
因为如果股价收盘能够收阳突破这根 K 线的高点，就说明这个低点变盘它又是低点变盘。那么这个地方它要么形成的是一个震荡，要么形成的是市浪高点突破后往二浪高点的运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应该由空转为多，这是一个多空转换的时候。目前的红绿灯转成了一个红灯，前面呢出现了一个红灯转绿灯啊，这里是连续的转灯，但是你只要看到最后一次就行了。连续转灯时说明是震荡，那么最后转灯是什么呢？最后转灯是一个红灯转绿灯，所以看涨。好，那么现在又出现了绿灯转红灯，那么是不是重新的进入到了空方强势？那么短线不再出现绿灯之前，在动能角度是不是依旧处于空方的角度、空方的方向？我们看下下周周一预测高低点看到哪里？首先是周一的时候低点的支撑，我们看到336.68，股价如果收盘跌破它，则保持红灯，同时这个低点变盘则是无效的，出现的是延续看跌。而高点的压力是355.07，关注这两个价格。如果收盘直接下周突破355.07，则构成动能上的红灯转绿灯，那么空头就要撤了，因为这里将会构成它的一个买点。以上是关于特斯拉的讲解，接下来我们来到英伟达。目前所看到是英伟达的日线空间图表。在上期视频我们讲到它的盘前受财报影响大涨，那么如果大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大幅的高开，买还是不买呢？阿哲的建议是不要开盘去买进，要的也就是收盘能够突破这一个左边的143.95这个压力再去买进。而你会发现开盘上冲，但是最后最高点是没有去碰到143.95的，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不能够作为追涨点。而最近在财报发布后的2天回落过程当中呢，是回踩到了这个支撑，这个支撑就是前面这根大阴线135.01的支撑，这里出现了突破后的回踩，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能出现止跌信号，比如说绿灯 K 线或者说反包 K 线，那么继续往上去看它突破是没有问题的。但这里有一个不好的点，就是指数在这一天是 V 型反转，而它只是一个短短的下影线，它和特斯拉一样，在资金上周五的时候 V 型反转时没有资金跑来他们这里，那么这就是一个问题了。他们可是前期的强势股，那为什么在周五的 V 型反转时没资金过来呢？这是我们要去小心的一点。所以这里呢没有明确的止跌信号之前，不要在135.05这里因为有支撑就买进，这呢就相对风险了。我们再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上，我们看到 BBD 的话呢，也同样的这一天是下穿之后是不是为低点变盘？第二天是红灯，是不是作为买点？也同样突破了它的高点，说明低点变盘是有效的。而这一天呢，又出现了上穿，财报发布之后上穿了，好，高点变盘的可能，高点确实也没有突破，低点也被跌破，同时是一个绿灯后的红灯，是不是作为一个做空的进场点，做空的信号？因为绿灯后的红灯作为看空点，而红灯后的绿灯是作为看多点，结合变盘高点的跌破，所以这里呢看空没有问题。只是它因为还处于零轴附近，所以这里的震荡呢就容易导致上穿下穿，所以我们做空的同学唯一注意的是这一天它是下穿的，所以最好能够在下周继续的把它给跌破。那么2个变盘点都是下破，那么后续这里就直接往下去看。那么它会不会在这种位置出现震荡呢？如果要出现震荡，那么下一根 K 线则要出现绿灯才行。所以我们看一下下一根 K 线的一个走势，高点的预测是137.375，这是周一的，低点的支撑是130.675，关注这2个价格。继续如果收盘跌破130.675，继续是一根红灯的话，则继续加空。以上是关于英伟达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半导体指数，目前所看到是半导体指数在170均线的运行当中还是处于向下的，所以呢是比较弱势的。而对于170均线的上破，当前也依旧没有有效，依旧呢是突破就回落，突破就回落，所以170还是压力，符合熊市的环境。那么对于半导体指数处于这个价位，就不要盲目的去看多追涨。那么作为做多的同学要小心，做空的同学只要注意，这里是有机会的。前面这里的缺口出现了倒行反转，2次倒行反转，但是都被回补了。这一次的下跌是不是也把缺口回补？而指数是没有补缺口的，所以它比指数是弱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再通过资金和动能看一下它的表现。目前所看到是它的日线图表，那么图表的下方你会看到它之前下穿之后这根 K 线是不是应该是低点变盘？
当低点变盘出现之后呢，它的高点却产生了压力，和170一起产生了压力。而在周五的时候，收盘价是不是略微开始又踩到它的低点，出现了下影线？所以当前你不能完全确定前方的下方 K 线是被跌破了。如果在下周能够出现一根阴线把它跌破，就更加确定了。通过这一根红灯 K 线，你也会知道这个绿灯走到这个红灯是不是结束了呀？那么红灯之后它不转绿灯的话，这里短线上是不是还是空头占优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红绿灯转换，在下周周一会不会转成绿灯呢？看到它的周一的预测高点压力是206.405，高点的压力之后，低点的支撑是199.65，关注这两个价格。以上就是对于特斯拉、英伟达半导体指数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标的是比较多的，所以阿哲呢就会直接的跳过空间，我们直接讲到资金和动能方面进行短线的解析。第一只标的是阿斯麦，当前我们所看到是阿斯麦的日线图表。在阿斯麦的图表当中，你会发现170日均线是不是也是往下在运行的，跟半导体指数是有的一比。但是它比半导体指数好的一点是，它的股价在它之上站了一段时间，不过也不像是有效突破170，因为2号 K 线呢还没有去真正的有效突破，还是在这个区间之内在震荡，在徘徊，没有有效突破，反而整体呢是在往下走的。所以目前呢，它的一个红灯在变多，阿斯麦的话要注意一下，它不作为做多同学你去首选的标的了，因为它的红灯实在太多了，绿灯还偏少一点。在前面这个高点的位置出现了绿灯后的转红灯，是不是整体是往下去看？它的一个变盘上窗 K 线有吗？没有的。下窗 K 线在这里，那下窗 K 线的高点是没有被有效的突破，而低点呢也没有被有效跌破，当前就是围绕这一根 K 线在徘徊，这是5月21号的这根阴线。从动能 K 线来看，它呢是处于红灯和红灯的范围，所以当前的短线空头占据优势。那什么时候多头会反攻呢？我们要看一下绿灯会不会产生。如果在下周还是没有绿灯，而是红灯和无灯状态，是不是整体还是往下去看？我们看到周一的预测高点压力是741.365，而低点的支撑呢是718.405，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ABGO。博通整体是170之上，而且170呢，早在4月25号出現2號 K 線之後被後續突破，所以它整體是處於牛市的一個範圍。那麼比指數比很多個股都是強勢的，趨勢是走好的。那麼這種情況下，當前是連續2根綠燈之後，沒有出現明確的調整，價格走勢是沒有出現紅燈。而我們看一下。前期的下穿 K 線是這一天下穿之後沒有跌破，反而突破，所以依舊呢是一個看漲。那麼上穿 K 線呢是這一根 K 線，它的高點是有壓力的，它的低點呢目前沒有破的，所以博通你要看到它的這一根陰線。如果股價收盤把它跌破，它同樣呢也是一根決策陰線。如果跌破它的低點，結合變盤點，那是不是價格這裡開始看高點的形成？而反之，在下周如果能夠收盤突破它的高點，就依舊看漲，延續看漲。因為它沒有紅燈出現，所以做博通的同學呢，這裡沒有太多的這種減倉的信號，比指數是強的。但是如果這根陰線的低點被跌破了，那麼一樣也是作為減倉點。我們看一下，在周一的時候會不會出現紅燈啊？股價在周一看到預測的低點是238.485，而預測的高點是246.755，看這兩個價格。下一隻股票是蘋果。上期視頻我們說蘋果能不能夠絕處逢生，是不是要關注一下它這整體的箱體的表現？因為只要在這個箱體之內，它就還是處於一種震盪的環節。震盪市場的特徵就是缺口出現容易被回補，前面的缺口基本都被回補，而目前還缺一個缺口，所以價格如果蘋果走勢依舊保持之前的序列，那麼它應該是要把這個缺口補掉的，這是我們之前講過的觀點。那麼從前面的股價走勢來講，這裡去補前面的缺口的可能性大嗎？現在好像不是很大了，因為紅燈出現了。不過你同樣呢，還是可以把這一個缺口作為支撐，它目前還沒有跌破這個缺口。如果收盤跌破這個缺口，那麼去補上面缺口的可能性就不大。但當前還是有支撐的，所以還是可以往上看一看，直到呢收盤價收陰跌破這個前面的缺口。不過它哪怕是補了上面的缺口，其實還是屬於震盪，因為它要強勢的走出這個範圍才有可能。它因為前期的一些原因，所以已經比大部分個股都要弱了。超跌是否能夠反彈？那麼這裡要看資金的選擇了。
而假如上方缺口不能够去回补，反而往下再出现向下跳空缺口，那么这里你会知道方向就是由震荡往下走为下跌，方向选择就是向下的了。这里我们看到红绿灯的 K 线，这里是一根红灯，红灯之后呢是无灯，说明还处于下跌的范畴。而它比指数提前出现红灯，那么是不是比指数还是保持弱势的？看到周一的预测高低点，高点的压力是203.995，突破它就是绿灯，突破它则继续往上看缺口的回补。低点的支撑是198.815，股价跌破，那么则是红灯，则往下去看。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Meta 的股价走势，最近刚刚进入到这个高位风险预警区，而 Meta 呢，它是也跟博通一样，但比博通弱一点，它的170是往上走，而后2号 K 线是被突破的，并且是突破有效的。现在是一个红灯转绿灯后的上行，而目前没有出现一个绿灯 K 线，所以当前的一个空方风险呢，也是整体不是很大。我们看一下当前的下穿 K 线是这一天下穿之后呢，没有出现有效的跌破，但高点呢也还是有压力，没有出现突破。最新的临近的一个变盘点就是这一天连续流进后的流出，这一天呢也可以作为一个观察点。有时候哪怕没有出现红灯，有一些点也要小心，就是收盘价把这个变色的 K 线、异动的 K 线收盘跌破，那也要小心，它是往170要去运行了。现在我们看到它的预测高低点。在周一要关注一个支撑是640.135，高点的压力是656.765，关注这两个价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STR 呢，在连续的下跌当中出现了红灯转绿灯，但这个红灯转绿灯呢不太适合作为买点，因为绿灯 K 线是10日新的阴线，它不是一个不错的阳线，所以这个地方的买方动能我们以10日新是不作为买点的。当前是连续2根10日新，底下呢是没有太近的上穿下穿，因为之前下穿的是这一天低点有支撑，高点没突破跌破之后呢，是不是低点变盘就无效了，是延续下跌。现在也没有上穿，但是有一个变色 K 线是它，也是这一天的绿灯 K 线。那么以绿灯 K 线作为参照，这一根阴线的高点能够被收盘突破，我们就看涨，那么这一个变盘就向涨。而假如在突破之前，还没突破之前再出现一个红灯 K 线，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看到哪？看到170的回归。我们之前说过了，这种高位离170较远的是有机会出现物极必反，然后修复170的乖离。它基本上已经离高点到现在修复了一半了但是还有一定的空间还能够被修复，所以这里会不会是一个止跌点呢？关注绿灯 K 线能不能被突破。阿哲这里呢也再说一下有关下周周一的关键点位。高点的压力是370.81，低点的支撑是357.405，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PLTR 呢，昨天受到消息面的利好的影响，出现了明显的上涨，也出现了红灯转绿灯，那么这作为一个买点，因为红灯转绿灯本身就是一个买入信号。而我们看到它前面的下冲 K 线昨天也是被突破的，这根阳线直接破了前面大半的震荡的平台，一阳吃了前面很多个 K 线，所以这种强势 K 线呢，又因为它的白色块是被消化了一段时间，用这个震荡把白色块消失了，而后最近才拔地而起，所以这一天作为买点是可以的。只要指数环境不出现连续的减仓点或关头阴线难以突破的情况，那么 PLTR 被拖后腿的可能性就不高，所以整体根据指数环境去持股和加仓。指数环境如果走好，那么就持续看涨 PLTR。但如果指数环境在周一的时候，或者说在下周依旧出现向下破关头阴的低点，那么 PLTR 记得短线止盈离场。我们再看一下下周的时候，它会不会颜色上有转变呢？看到下周的低点支撑127.265，高点的压力是136.455，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谷歌。谷歌呢还是受制于170天均线没有出现有效的突破，那如果170天均线不有效突破，那它就属于反弹高点了，所以这个地方谷歌呢是不能够作为你去做多的优选的，除非它能够有效的突破170，而现在是还没有的，所以做多呢肯定涨时你不能够选谷歌，这里反而是空头要去关注的，有机会产生空方点。那么在关键的压力附近，哪怕出现绿灯后的红灯，一般也要小心它的上涨空间可能是有限的。现在还没有出现红灯，
有支撑，但是红灯没有产生之前，因为离170比较近，所以不作为买点。但是如果在170附近出现红灯，那是不是可以作为做空点？我们看一下周一的红灯会不会产生？周一呢，看到低点支撑是168.23，高点的压力是173.145，跌破168.23，那么谷歌作为做空的标的，而且是不错的标的。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微软，微软的整体走势出现了一个做空信号，或者说卖出的信号，在绿灯之后立马出现红灯，那么说明这是一个卖点，而且它是一根负阴线，负阴线后呢有压力。那么当前结合上台童子，那么你要认为它有机会出现物极必反，往170均值回归。所以当前呢，微软不要去持有太多的多单，它当前出现了多次的离场的信号。更加明确的做空点，除了红灯之外，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一天的变色的 K 线，连续流进后的流出是它的低点，如果能被收盘跌破，就是更加明确的做空点。我们看到周一时的关键 K 线。周一的关键支撑低点是457.95，高点的压力是464.09，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亚马逊，亚马逊呢和阿斯麦类似，170上是没有出现有效突破的，还是在2号 K 线滞涨了。目前呢有点要跌破170的动作，或者说已经收盘价开始跌破了，出现了顶分型。那么目前是绿灯的一个范围，所以等待一个红灯，红灯出现则开始看跌。红灯一旦出现，也意味着170确实是有效的跌破了，跟前面这里是一样的。不过之前这里是震荡，因为红灯之后立马又有绿灯了。这里我们希望出现红灯，然后没有绿灯，那么持续的看170跌破后的下跌就行。我们看到周一的点位会不会有红灯 K 线？低点的支撑是201.205，跌破它就是红灯。高点的压力是205.5，那么突破它就是绿灯。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台积电。台积电的话已经出现了离场的信号，前面这里出现了一个绿灯后的红灯，前期这里其实也出现了绿灯后的红灯，但后面呢转成了绿灯啊，所以整体的风险呢它有时候会被抵扣掉。现在是出现了绿灯红灯，如果下一根 K 线是无灯的，或者说非绿灯的，那么基本上风险我们继续的看对170的支撑试探。当前呢，台积电还是在一个相对高位风险区，那风险呢目前是以震荡在消化，但究竟能不能消化得干净呢？看到下方的白色块还没有去完结，它还没有下穿，还没有完全形成，所以当前还在一个风险区间，出现了绿灯转红灯为风险。再看到价格的支撑，周一的低点支撑看到189.265，高点的压力看到194.615，台积电依旧也是在170上没有出现有效的突破，还是震荡。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SMCI 是不是也是170往下走，还是属于170无效突破？前面这里也一样，突破的第二根是压力，这里还是一样，突破的第二根为压力，是不是最近呢依旧在往下走了？如果170突破无效，那么要不呢是170去出现支撑，再次去尝试突破，要么呢是直接跌破170，那么依旧呢是熊市的下跌开始。关键的变盘点，当时这一天是下穿，下穿之后呢有所止跌突破，但是目前又回来了，所以这里只要收盘跌破，是不是低点变盘无效了，就继续往下看跌？所以这一个位置呢作为一个支撑，这是之前我们是有讲到的这个低点变盘了。而曾经出现的一个小小的倒型的反转呢，也被补掉了，所以这个缺口完全的被回补掉了，它就没有所谓的反转形态。而短期的倒型反转能够被突破的，能够被回补的，基本上向上反转的力度就不够，那么这里呢往下去走下跌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我们再结合红绿灯来看，目前是红灯，也就是说看跌空方较强的序列。看到周一的支撑是38.595，高点的压力是40.475，关注这两个价格。以上就是5月31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观点。美股在本周周四出现了关头阴线，这是空方极度强盛的信号。那么它是砸盘还是出货，我们在下周即可见到分晓。这也是本轮反弹当中阿哲所讲到明确的第二个做空点。这一次它的效果会如何呢？不管如何，多头记得小心风险，记得及时减仓。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感谢您的观看，我们更多精彩视频下期再见，拜拜。